俄14架战轰空袭乌克兰，泽连斯基的反击还没有开始就遭遇了当头一棒。大家好，欢迎来到振宇在线。乌克兰呢已经做好了反攻准备工作，这是乌防长列兹尼科夫亲自承认的。他表示呢，具体什么时候发起进攻，得等待合适的天气以及乌军指挥部的最终决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表示，帮助乌军训练的9个军团以及他们提供的武器装备呢，也全部完成。这些呢，都无不透露一个重要的消息：乌军的反攻很快就会发起，并且规模还不小。俄罗斯军队有能力抵抗得住乌军的反扑吗？从双方的实力上来讲呢，乌克兰根本就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在背后鼎力支持，俄罗斯呢早就可以宣布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完成了。这不是吗？最近普京就用实际行动告诉泽连斯基，双方的实力悬殊有多大。根据外媒报道，俄军在前几天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第2次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打击的目标呢直指乌军的后勤关键设施。根据俄媒透露，从俄军总参谋部工作人员那里得到的消息显示，至少有14架战略轰炸机从各个空军基地起飞，参加了这次对乌克兰的空袭行动。这次空袭行动呢是经过了精心策划的，俄军呢先是使用无人机去吸引乌军的防空火力，随后呢发射导弹，趁虚而入的打法呢摧毁了乌克兰境内的多处重要设施。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乌军对基辅的防空保护十分重视，因此乌克兰首都在这次空袭当中安然无恙。但是其他地区呢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包括油库、铁路以及物流集散中心等大量的重要基础设施呢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目前乌军最具战略性的军工厂所在地巴夫洛格勒也未能幸免。在分析人士看来，俄军的这次大规模的空袭呢，给了反击还没开始的泽连斯基当头一棒。众所周知，后勤补给在现代战争中占略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甚至呢可能是战场的胜负手之一。早在俄乌冲突初期，俄军就曾因为后勤补给被切断，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最终呢，不得已改变战术，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循序渐进。表面上看，乌克兰的军队拥有着大量的西方装备，也经历着北约严格的军事训练，战斗力十分强悍。但是缺少制空权的情况下，后勤补给也就暴露在了俄罗斯的空袭之下。失去了补给，乌军的战斗力呢，就算再强悍也撑不了多久。因此，动用14架战略轰炸机空袭乌克兰，实际上呢是普京在用行动告诉泽连斯基，俄乌之间的差距有多么的悬殊。放弃反抗，和平谈判才是乌克兰的唯一出路，否则俄军将会掐准乌克兰的死穴，毫无忌惮地进行轰炸。届时呢，乌克兰全境将会陷入一片火海啊！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精彩的评论。